木西 AMX 新疆哈密瓜酸奶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凤还朝。成，小贼，师傅传授你这点玩意儿，没全丢。爹，儿不敢呐！起来吧，跟我妹妹说去。索大爷，哎呀，小妹，哎呀，小野啊，你挺着个大肚子还来，真是。索大爷开店的大好日子，我跟东子过来凑凑热闹。就是。童大爷、梅湖舅舅，你们这么早就来了？啊，来了一会儿了。索爷开店，怎么着也得来捧场啊！老头，您太客气了啊！哎，在我这店里都挑着什么了？啊，哎，姐夫，这都是我爹喜欢的，都帮我包起来啊！嘿，舅舅，您都买了，这么大方啊！哎呦，这话说的，我姐夫新开的买卖，我怎么也得堆个花，开个好彩头。还是我这小舅子呀，懂事儿，讲究啊，讲究。索大爷，真没想到这几年您攒了这么多货呀！嗨，这有一部分呢是我这些年攒的，它还有一大部分呢是我这一开门脸儿啊，
我的那些玩古董的朋友就往我这儿送，让我帮着他们代销啊。没玩好。左大爷，古董行水很深，您是行家，一定要正当经营，千万别骗人啊！哎呀，小米啊，你现在是一活脱脱的甜枣啊！你放心，我呀绝对不会打眼。那就行。行了，我说小敏，你就别给索大爷上课了啊！你这个现在应该少说话，这怀着孕的话说多了对孩子不好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啊，哪有？哎，舅舅，那一会儿啊，我就帮您把这些东西都打个包，然后亲自给佟大爷送回家去，送货上门。这样可好了，省得我拿了。哎，舅舅，您这次回北京准备做什么大买卖呀？我看看，还没想好呢。哎，舅舅，那个北京城啊，各路生意我都是门儿清，毕竟我也是在这市场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了。嘿，俗话说得好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等您那公司开业了之后啊，我不一准到您那公司给您帮忙去，您一定得带上我啊，爸。小飞，你刚才说什么啊？上阵父子兵？没有爸，这我帮我舅舅去，您这生意我就先不管了。哟，东子回来了，没吃的吧？哥请你出去吃个饭去，西餐行不行？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林大老板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？什么话呀？当哥的请弟吃个饭，那不正常吗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呀？我这发现你小子吧，你站上嘛跟猴一样，咋那么精啊？我倒是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小敏有一个舅舅没胡是吧？刚从香港回来，我听说是一大老板，能不能让小敏帮忙给引荐一下啊？消息够灵通的呀。但是这个没胡呢，是豁子的亲舅舅，不是小敏的。这我早就听说了，那不是从小跟人早一块长大的吗？跟亲弟一样。只要小敏张了嘴，我觉着他这舅应该不能拒绝吧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这豁子呢想让他舅舅带着他一块儿做生意，他这舅舅没同意。你觉着你这事儿他能点头吗？这不一样啊，这货能跟我比吗？啊！再说这事儿没试，哪知道不行啊？我不管，你找小敏啊。那个还有啊，那西餐呢我吃不惯，我还是吃咱妈给我烙的饼吧。嘿，不是这烙饼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披萨不香吗？我找就找。累死我了这一天。哦，妈，我都跟您说多少回让您别干了，怎么就是不听我的呢？我也说不干了，关键这不是没找着合适的人吗？你说那么大堆事儿，停，先吃饭。哎，小敏，你最近忙活什么呢？我能忙什么呀？这东子哪儿都不让我去，个体户协会也不让去，商场也不让去，我这闲的都要无聊死了。哎，小敏，你如果实在闲的没事儿，你就来居委会帮忙活忙活呗。我现在也真是岁数大了，有时候丢三落四，而且现在邻里矛盾吧，比原来复杂多了。是，关键现在咱们居委会也都正规了，大清小事啊都得向街道办事处汇报，还得写出材料来。你说我这嘴还行，一说写我真是有点犯怵。小敏，要不你就来咱们居委会帮妈写写材料呗？行啊，写材料没问题。妈，明儿我就跟你去居委会上班，真的啊，吃饭。真好，好孩子，你干哎，今儿高兴啊，嗯，哪天不高兴你？说清楚！到春平里去！说清楚！你们家都是骗子，说清楚也是骗子。谁骗子？你们家就是骗子！你再说一遍！告诉你，我抽你！主任，正好您在，这事儿啊，您可不能不管。主任，他姓薛的是骗子、烂货。你说谁呢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！
有什么问题啊？都坐下来说，这是居委会，要吵架外面吵去。妈，坐。谁先说？主任，我先说。我先说。主任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跟薛晴啊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相处了一段时间，感觉他还不错，我就跟他求婚了，他也答应了。这不你情我愿挺好的事儿吗？哎呀，主任，我们家娶媳妇啊，没要求别的，就要求这新娘子一定得是黄花闺女。对，想着挺美，这也没啥毛病哈。我跟他说过，他跟我说他是处女，没跟别人处过。当时甭提我多高兴了，你可以问薛晴，我回家就准备了1万块钱去他们家提亲，他们家一见着这钱啊，立刻同意把薛晴嫁给我。主任，您也知道，我们俩结婚都2年了，一直没孩子，这好容易怀上孕了，嘿，谁成想流产了。哟，孩子，你怎么那么不注意呀？不是，主任，这得亏是流产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老婆都流产了，你不说安慰安慰，还说这种风凉话？就是，我安慰她，我安慰得着吗我？主任，不怕您笑话呀，她这是习惯性流产。哎，那跟我结婚之前，那跟多少男人鬼混过，流产过多少次了？哎呀，孩子，这你就不对了。你以前处过对象，你应该告诉他，对，应该隐瞒。他这就是骗婚，他不仅欺骗了我个人感情，还蒙了我们家的钱。对，说什么呢你？嘿，啊，不是，主任，我跟你说，这钱是他们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死乞白赖要的。真的，你现在还敢舔着脸说这话，不是吗？要不是你们家骗我们，我们能拿着1万块钱给你们家这烂货吗？对，你说谁烂货呢？他就是烂货！你再说天黑，你再说呢？这事儿我听明白了啊，说说你们2家想怎么解决？不怕，妈在这儿不怕啊。主任，这事儿好解决，我要跟薛晴离婚，并且让他们家把那1万块钱彩礼给我退回来。对，不是主任，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？睡我们家闺女睡2年是吧？啊，现在要离婚，还让我们把钱退回来，这没门儿！我不是那什么，那这么着吧，让他把我闺女这2年的青春损失费给我们补了，我们就离。哎呸！还青春损失费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，能要他吗？我能要他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家要是不还钱，这事儿啊没完。话说清楚，这说的是什么？这么都别吵，都别吵了啊！我看出来了，你们就是吵到天黑，这个事儿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现在你们呢，都各自回家冷静冷静，等我们居委会把这事儿调查清楚以后呢，再给你们进行调解。成，主任，我们先回去，等您信儿。走吧。主任，那个什么，这事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你说孩子受多大委屈，你说还做了流产，你说说，我们在家等你信儿啊，不怕啊，不怕。哎呀，那我们走了啊，走了，走，来听话，不怕。哎呀，这居委会调解离婚的事儿，我遇上的多了。像这么难缠的，我真是还是头一次。你瞧这2家这不依不饶的，一个要钱，一个不退，就算是杠上了。小敏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妈，我看这事儿啊，你们居委会调解不了，你们还是请律师吧，让律师出面调解。得请律师？怎么样啊？在居委会这一天累不累呀？一点都不累，就帮我妈写点文件。可我妈可真够累的，好嘛，这一天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，净帮街坊邻居调解纠纷了。哎，你别看我妈性子急啊，对待街坊邻居那可真有耐心。哎呀，咱妈呀，在居委会干了1辈子主任了啊，经验丰富，这点小事难不倒她，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。那可未必，今天就有一对夫妻闹离婚，我妈就没惹。真的假的？小敏，小敏，我进来了啊！哎，魏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动，别动，我找你问个事儿。我听说你那媒户舅舅不是回来了吗？我想跟他谈点生意，你能不能给我引荐一下啊？我今儿跟东子还没问题，明儿我就给他打电话。
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我等你信儿了啊。哎，我先过去了啊。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在哪儿？这儿。这儿啊。情况呢，我们已经很了解了，我们也请了有关方面的法律顾问。你们提出了要退还彩礼钱，这个在法律上认定啊是婚前赠与，所以可能性不大。主任，我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，我只知道薛晴必须把钱给我退回来。放心，你们结婚也快2年了，俗话说得好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你看在薛晴照顾老家的份上，能不能原谅她？主任，这薛晴跟我在一起之前，指不定跟过多少男人了，让我原谅她门儿都没有。那不都是结婚以前的事儿吗？你说，你儿子也老大不小了，薛晴那姑娘长得也挺漂亮，要不然你们就再缓和缓和，就凑合着过。凑合着过，那不成。薛晴是习惯性流产，以后啊，基本上怀不上孕了。我儿子可是王家的独苗，再这么过下去，王家就要断根了。必须离婚，而且我那1万块钱要1分钱不少的全部都给我拿回来。对，成，你们的态度我已经清楚了，那我再跟薛晴家去说说去。好，行，主任您费心。要说这个，说离婚吧，行，我们同意，但那1万块钱那个彩礼费坚决不能退，不能。那这事儿呢是这样，你们结婚前呢确实有欺骗行为，对王家呢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。不是，那么你们就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。不是主任，你这样说欺骗，他王鑫还欺骗了我呢。欺骗你？这话怎么说的？哎呦，主任您不知道，我之所以跟王鑫结婚，那还不是因为他家有房有车又有钱，他爸是公司老板，开着奔驰。行了行了行了。哎呦，主任你也知道，我爸去世早，我妈呢她又没工作，我在工厂上班挣不了几个钱，要不是他家条件好，我才不会跟他交往呢。那感情你是没看上人，是看上他们家的条件了？哎呀，不是，主任话不能这么说。你说谁家嫁闺女结婚啥的，不得看看男方家的条件呢，对不对？你说男方家那条件如果不好，穷家小舍的，你说那不是把自个儿的闺女往火坑里推吗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这是，关键是你不能骗人家。妈，主任，我之前呀是没有告诉王鑫我交过男朋友，那我不是也怕他知道了不跟我结婚？主任，我真的是想结婚以后好好跟他过日子，但我没想到嫁过去之后，我才发现这王鑫就是个骗子。你说他是骗子？王鑫的爸爸根本不是什么公司老板，就是个开车的司机。那奔驰啊是他老板的车，还有我们的婚房不是他们买的，是租的，还有他全身的名牌全都是假的。哎，最可气的就是他根本不是什么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，是临时工。哎呀，主任，我跟你说吧，王鑫他们家欠人家好多钱呢，真的，我闺女跟我说的。哎，每天那要债的就堵到门口，要不他们这么死乞白赖的要我们这1万块钱呢？哎，千真万确。主任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我跟王鑫这日子我真是没法过了。他要不跟我离婚，我还得跟他离呢。妈，我问过陈律师，他说他接过离婚的案子很多，但这个情况很特殊，双方离婚的态度这么坚决，不能调解的话，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现在是两家情绪都那么激动，如果法院判下来的结果不能使他们满意，那肯定还得继续纠缠，这就是不安定的社会因素，不能从根儿上帮他们解决问题，他们这种纠缠就会没完没了，甚至会走向极端。这种事儿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。妈，你说的对，看来啊，还是要想办法，让他们和平的了结这件事儿。说的轻松，怎么和平了结呀？
你是林卫民吧？小敏给我打过电话了。你既然是小敏的大伯子，咱们也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就随着小敏管您叫一声舅舅。行。舅舅是这样，我是从开始啊承包我们那个杂志社那个3产，到后来呢，这个慢慢的我又自己弄了一个小贸易公司，这些年下来呢，规模也不算小。这回来找您啊，主要是想跟您看能不能有什么合作的，主要还是想向您学习学习。魏民啊，我知道你是林征大哥、红英姐的儿子啊。想当年啊，你爸你妈呀，没少帮我们姐弟俩呀。是吗？是。您和我爸我妈认识呀？哎呦，太认识了。不过呀，那时候我还小啊。哟，那太好了。那您和我爸妈是老交情，那咱更是一家人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一家人。那这样，我是晚上啊，在那个民族海鲜啊订了个包间，咱一块儿吃个饭，就当我给您接个风，您得来啊。没问题，晚上啊，咱俩好好聊聊。哎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你说我妈可真够累的，这薛晴、王鑫他们2家可真够可以的，没一家善茬。我今天陪着我妈，从这一家聊到那一家，好家伙，2家都不依不饶的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跟我说去居委会就是帮妈写文件什么的，你怎么还干起调解纠纷的事儿了？那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那居委会人手又不够。我是她闺女，我不帮她谁帮她？别急啊！行，您愿意怎么帮咱就怎么帮，但是千万别生气啊！这个，你再怎么着你也得注意点你这肚子啊！您医生说了，我这种情况多走动走动，到时候好生。总有理你。东子，你就帮我出主意呗，这事儿怎么和平解决？哎呀。你说这2家人也真够有意思的啊，互相欺骗。这薛晴呢拿了人家王鑫1万块钱的彩礼钱，这王鑫家里现在出事了，想让他把这彩礼钱给退了，可他就是不退，对吧？对。既然他们2个人是夫妻，这王鑫欠的钱，是不是也得跟这个薛晴有关系呀？行啊，东子，够聪明的。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妈，你派人去调查一下王鑫他们家具体的欠债情况。调查这事儿干嘛呀？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对，我现在就去。喂，陈律师啊，我是孙小敏，有件事儿我想跟您咨询一下。魏民啊，你想跟我合作，说说吧，你想怎么个合作法啊？舅舅，您看我不是开这贸易公司的吗？您有海外关系，咱爷俩这一南一北这一联合呀，这生意不就好做吗？贸易，搞来搞去的有什么出息啊？那。舅舅，您的意思，合着您回北京不是做贸易啊？你说对了，我这次回北京主要投资房地产。哟，这房地产这是大买卖啊，那得多少钱啊？资金的问题啊，你不用操心，我来解决。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，你跟我联手，咱们一起做一个房地产公司，我会给你一定的股份。这个不瞒您说啊，舅舅，我这个这么大买卖，我可能没这实力，做不了啊。魏民，你不要小瞧你自己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关系就是钱。您的意思是？你爸爸林征局长原来是咱们市局的重要的领导啊，你母亲红英姐原来是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主任。虽然2老现在已经离休了，可毕竟他们的部下目前正在位呀。而且，林征局长和红英姐热心肠，人缘好，这是多大的一块资源呢？如果你要能利用上的话，
多大的生意，咱们都能做。父，这我倒明白，可是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今天啊跟你谈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利用你父母的关系，给咱们未来的房地产公司在北京城能找一个能买的地皮，开发建设咱们房地产项目。地皮？对，上哪儿买去啊？我来北京这一段时间啊，我对市场也进行了一些调查，发现有许多这个工厂都倒闭了，厂房闲置着，而且这些厂房的位置啊都在市区里。如果呀，咱们能把这些闲置的厂房买下来，开发咱们房地产项目，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还是能帮上忙的。只要你能拿下地来，你就是咱们公司的股东了。哎呦，舅舅，来吧，来，敬您啊！啊，哎呀，主任，情况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也就是这么多了。好，我都知道了。那你忙你的去吧。好嘞。小米，你也都听清楚了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妈，我向陈律师咨询过了，夫妻双方离婚不仅是要分享财产，还要共同承担债务。王鑫欠的钱呢，薛晴作为他的妻子，也是有偿还义务的。我想，咱们可以以此为据，对双方再进行一次调解。我看成。主任，你给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呀？根据婚姻法规定，你和王鑫离婚以后啊，他的债务你也是需要承担的。这是我们调查出来的王鑫在婚后欠下的所有债务清单，你可看清楚了。一旦你们打起官司，你们要付出的代价，可比那1万块的彩礼多得多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你说咱娘俩这命怎么这么苦？这什么呀？这都是妈，你别着急，主任，你赶紧帮我们想想办法。要我说这么着吧，本来那我们闺女也没看上他们，不就是因为他们家条件好吗？那现在又出这些事儿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们赶紧离婚，我们赶紧把这事儿扯清楚了，行不行？啊？要不我有一个想法啊，你们呢就尽快把这个彩礼钱退给他们，也就尽快把你们这个不愉快的婚姻了结了。要不然王鑫的钱越欠越多，你们的损失也会越来越大。那，行，主任，我们呀同意退彩礼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要求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，我们是同意退彩礼，但是离婚之后，他所有债务都跟我没关系。对，就这跟我们1分钱关系都没有，这得说清楚这事儿，是吧？对。那行，那情况我都知道了，我就马上去跟王鑫家，跟他们再说一下。得嘞，行，那谢谢您啊，谢谢主任。薛晴现在已经答应退还彩礼钱了，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犹豫的？主任，这钱是退了，可他要求我们在离婚协议上加一条，所有的债务与他无关。您说这个？根据我们了解的，你婚后借的那些钱，都是背着薛晴借的，薛晴是不知情的。再加上大部分的钱也都是你挥霍的，他加上这么一条，我倒觉得合情合理啊。王鑫啊，做人要讲良心。你说薛晴跟你结婚，你们在一起生活了2年，现在又答应把彩礼钱退还给你们，见好就收吧啊，孩子，要不然打起官司来还不定谁输谁赢呢。程主任，不冲别的啊，就冲您跟小敏姐，我答应了。丫头，这次离婚纠纷案能够和平解决，多亏了你了。妈，事都是你办的，我呀就出出主意。
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呀，你们这些有知识、有文化的年轻人更适合居委会工作。我们这茬人都老了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连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比以前复杂得多。我们呢，只是有那点热情、耐心，但是这些远远不够，不能从根儿上帮他们解决问题。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步完善了，进入了法治社会，处理邻里纠纷的问题是有法可依的。我们要认真的学习法律条文条款，用的时候用上，就能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。你妈我都多大岁数了，法律条文条款我哪背得下来呀？妈，我看那些法律条文条款我都头疼呢，别说您了，60岁老太太。所以呀，哎，你说你现在这个体户协会会长也不当了，商场那儿有东子管着，也用不着你，那求你了，你就来居委会接马这活呗。妈，你先别拒绝我，你听我说完啊。你看你呢，马上就要生了，孩子3岁上幼儿园以前，不得有人照顾啊。你呢又住在咱们管片儿，你如果来居委会上班，同时还能照顾孩子，还能让那些看着你长大的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、大妈、大爷，还有你那些小伙伴啊，同时为他们做点事儿。你说你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？想想啊，想想。舅舅，这片地方怎么样？这个厂房地处市中心区，周围交通也挺便利，位置十分理想啊。那您要相中了，我就跟我爸说了，一定想办法让他帮咱们把这地拿下来。未免啊，就全看你的了啊！这不咱自己的事儿吗？啊！爸，我和梅胡舅舅呀，准备成立一个房地产公司，在北京开发房地产。跟您说那片那个旧那厂房不是废弃很久了吗？我知道那管片分局局长是原来手下，您就帮我打一电话，让他牵个线，约这厂家的人出来呀，一块谈谈就行。你妈呀，跟我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让我帮你这个忙。你妈要是知道了，一定跟我急。爸，您说这厂房已经废弃了，闲着也闲着，我给他买过来，做房地产，对人工厂，对人工厂原来的工人，对我，对着买房的老百姓，这都是大好事儿啊。说的是啊，是啊。爸，您想啊，这退一万步，这事儿您不帮我，那这厂房迟早也得被别的公司买走啊。你还不知道是谁，但我这边，我和梅胡舅舅您都了解，知根知底儿啊。所以说，这是于情于理，这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儿。您这个就叫顺水推舟，这也算您离休以后发挥余热啊，为国家做贡献，为北京老百姓做好事儿啊。哼。我试试。哎，真有劲儿。祝贺你啊，枣儿！你们家又来了一位未来的居委会小主任，你还得拿话将我，没准长大了还真得接他妈的班，走进居委会大门。妈，我这还没答应您呢，您又惦记起您的外孙女来了。我看我外孙女答应了。哎呀，是的有，是的有，哎呀呀！
下面，我宣布，三海居委会新一任主任是孙小敏同志。下面，我们要向已经正式卸任的我们三海居委会的第一任主任，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主任田枣同志颁发奖状。田枣同志几十年工作如一，任劳任怨，为我们生活在三海地区的居民贡献了一生的心血。正因为他的努力，我们三海居委会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居委会。我们三海居民能够安居乐业，都离不开老主任的辛勤劳动。可以说，他把他的青春年华和全部的汗水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上。他把一颗火热的心全交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。我代表市政府、区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以及生活在什刹海地区的所有居民，向田枣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。政府，感谢共产党，您为我报了杀父之仇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哎，小妹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姐，从今往后，共产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只要用得着我田枣的店，你们尽管吩咐。为了表彰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色的田枣同志，政府决定予以嘉奖，大家鼓掌。共产党为我报了杀父之仇，我看这些人啊，真的是在为老百姓做实事儿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加入他，当积极分子。好啊，田枣，咱们一定好。我田枣能给街坊邻居做点事儿，我心里高兴。为全军立马！经过三海地区所有居民进行的民主选举，三海第一任居民委员会主任是田枣同志，鼓掌！我宣誓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小敏啊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，永远要牢记我们党的建党宗旨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为人民服务。
今儿谁赢了？哎呀，狗足啊！你看，就这些碗，咱们这儿还有一些呢，存着呢，摆在后边。有吧？哦，这个是重点。对对，啊，对，哦。前面还有一个，对，你说这边还有一个样。窄窄的月光，高高的院墙，蜿蜒的街巷，流转着时光，日子就这样悠悠的生长，鲜花看家常，慢慢讲。世事的哀愁遇上，2盏3杯暖胸膛，爱能熬成汤，纷扰都被原谅。遗忘留在胡同里的微笑，让几分转弯抹角。有一种和睦安稳在心底不被打扰，穿过胡同的那只歌谣，4、9成的寂静与喧闹，老树屹立不倒，守着记忆不老，留在胡同里的微笑，新时代吹响号角，门外飞驰的少年依然为理想奔跑，穿过胡同的那只歌谣，4合院的寒夜与春宵，在这斑驳的岁月里刻下记号。天空四方，雾里暖洋洋，摇曳在风中。